儿子，我的有钱儿媳妇啥时候进门呢？快了，等云娇成功继承云氏，我就去提亲。云娇，首富云氏的二小姐，原来如此。那以后我就是首富的亲家啦！我儿子就是有出息。老红，你要当你的豪门金龟婿，你告诉我，我不会缠着你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小希，你要有自知之明。我们红子是富贵命，你一个孤女本来就配不上他。结婚3年，我尽心尽力的伺候你们，到头来你们毁我名声不成，竟然还要把我活埋！老婆，我知道你很爱我，但人都是要死的嘛，死在我手里，你也算圆满了。不要，老公，不要！畜生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我的报应，就是再换一个新的老婆。又是被我捉奸在床吗？我原谅你啊。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去自杀呢？没有你我怎么活啊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求老天开眼，帮帮我！云夫人，云中月已经死了，二小姐现在是云家唯一的继承人。等云娇成功继承云氏，我就去提亲。云家二小姐，首富云家，网红的小三，那她就是新闻里刚刚回国的云家大小姐云中月。云小姐，云小姐，救命！救我！云小姐别怕，我来救你。谢谢你，我眼睛看不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被老公婆婆算计，活埋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因为我老公要娶小三，这个小三就是你们云家的二小姐。我妹妹云娇，真是疯子！她做了你丈夫的小三，他妈做了我爸的小三。你说什么？她妈妈为了嫁给我爸，害死了我妈。宝宝还健康吗？他都开始踢我了，这小子可调皮了呢。真好。还栽赃给了我，
小月啊，这是梅姨给你新买的玩具，你要拽紧哦。妈妈呢？我想和妈妈一起玩。你妈妈已经在玩了，乖，站在这里等爸爸回来，你会得到一个惊喜哦。老婆，老婆，这怎么了？老婆！就这样，我背上了弑母杀弟的罪名。后来他说我得了精神病，我爸信了，就把我丢到国外的精神病院。这一晃就是15年过去了，我好恨，我好恨。可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再替妈妈和自己讨回公道。陆小姐，不会的，该死的不是我们，而是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陆小姐，坚持住，是老天让我遇到你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让你活下去。你干什么？我没叫救护车，你是谁？大小姐，听到你要回来，我日盼夜盼，要不是偷听到夫人的电话，谁知道他们竟敢是我来迟了。凉妈，是我，大小姐，是我。是这个姐姐救了我。姐姐，凉妈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受伤的怎么有2个？车上只备了1套设备，救哪个？救他！没有的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凉妈，救他！不行，大小姐，这2个的状况都拖延不得，赶紧决定吧，这可是眼下唯一的生存机会了。这是异国他乡，精神病院，我已经受了15年的折磨，我的身体早就垮了。就算没有这次车祸，等我回了云家，以云家那对母女的水，我也活不长久。姐姐，你之前说是老天爷让我们相遇，那就不要让这场相遇止步于此。我已经死过一次，云家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的样子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不可以用我的身份重活一次？可是你，谢谢。你看，天亮了。于小姐，谢谢你，将唯一的生机留给了我。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重活一次。你放心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弃。Then show yourself now. Then show yourself now. Now. 我听说这云大小姐5岁就被带走了，一直没回来，死了都不知道长什么模样。葬礼连张遗像都没有，难不成是梅夫人那个后妈容不下她？
他就是个蓬头垢面的疯子。云家就是顾及他的体面，才没有设遗像。就是，我到国外是去治病，梅夫人还经常到国外去看他，云家可没亏待他。治病？治什么病？精神病。当年云总被原配，他的亲妈就是他发疯害死的。上主到。小月，自从你在云家犯了错，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早点回来。你终于回来了，你怎么就……小女，各位，长女云中月在归国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去世。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车辆已经爆炸，尸身难辨。今天我抱以沉重的心情宣布，云氏长女云中月的葬礼正式开始。谁说我死了？谁说我死了？他是谁呀？听他口气，难道是云家大小姐？长相精致，气质绝尘，这哪像是疯人院长大的？说她是女明星，我都信啊！原来这就是云娇。云家表面和谐，实际上戚夫人没放阴险。二小姐云娇刁蛮，林小姐想在葬礼上做事身份，可比登天还难。娘妈，把我的手臂划伤。什么？你忘了，小月的手臂上有伤，是在精神病院受折磨时留下来的。她一命换一命让我活下来，我必须毫无破绽，才能有更大的收获。小姐，来吧。云儿小姐，这个案子就从你先开始吧。我死啊你是小月？老爷，太太，你看，他戴在项链就是大夫人的衣服，他就是大小姐啊！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派人把他撞死了。你没死啊！别过来！不要伤害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不要伤害我！打了我！让我来啥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我也是自杀，也是找死！我去帮我的人！小姐，大小姐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啊？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啊？云大小姐这是创伤应激反应啊！
云总，云大小姐是在国外受到了虐待吗？她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云总，看你们表情，难道云家之前不知道这种情况吗？云总，能跟我们回应一下吗？你们别被他给骗了，根本就不是云中月，他根本就不是云中月，是梅姨的女儿云娇妹妹吗？离家太久，初次见面，是我失态了。别装了，你以为单凭一条项链就能坐实身份吗？出车祸的时候，你整个身体都被卡在车里，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妹妹是怎么知道我当时就卡在车里面？当时现场并没有其他人，媒体记者赶到的时候，车子就已经爆炸了。对，就是爆炸了。那么严重的爆炸，一个瞎子怎么可能逃得出？因为我被人救了，可惜救我的人却死在了爆炸里。你们带回来的应该是他。我不没关系，你妈妈心里一定很清楚。对啊，他们不是说梅夫人经常去国外看大小姐吗？梅夫人肯定认识啊。就是。梅姨，她一定知道，我就是小云，对吧？梅夫人，这位真的是云大小姐吗？事关云总的遗产和云氏财产的分配，梅夫人，云府不能儿戏啊。诸位不必担心，我夫人年年都去探望小月，是真是假，我还没清楚。最近这几年全球疫情，探亲他也不让进院啊。我也只是远远的看小月一眼，这突然站在我面前了，我也认不准。我有办法，爸爸，我们可以找件曾经的旧物考考他。如果她真是姐姐，我们就堂堂正正的迎她回家。这个太好猜了，这个也不行，再找，一定要揭穿那个冒牌货。站住啊！梁妈，手里拿的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这么个破玩意，直到你跟进来，偷偷藏起来。怎么？怕我拿这个试探？就他了，拿走！大学姐，求求你，使不得，这个使不得！爸爸，我找到了。老爷、太太，大小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吃了那么多苦，刚回来，家门还没进就被侧室。谁会想到你们父女之情啊？梁妈，我们都希望小月能回来，但是身份这种事呢，如果太草率的话，让老爷和云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啊？可是爷，贱人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无论你是真还是假，你都通不过测试。怎么不敢了？为了爸爸，为了云家的声誉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只是在验之前，我有个不解之情。爸爸和梅姨如此爱护我，如果我能证明自己的身份，还请爸爸以云家最高规格厚葬我的救命恩人。你想得美！我答应你。家里的老佣人都说，这个盒子里装的是姐姐最喜欢的东西。如果你是姐姐，一定会记得。云家，你果然上钩了。麻绳是小月最害怕的东西，她被诬陷弑母杀弟之后，只要碰到麻绳，她就会发疯大哭。梅芳也是因此坐实了她精神病的名头。那小月的爸爸呢？难道他就这么信了？
小月受到刺激的时候说不出一句话，无法辩解，老爷自然也就信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个麻绳我得好好用一用。你是想葬礼上，我会引导云娇一步一步对我提出测试，然后你想办法让他选择麻绳。他要是不上钩呢？他并不知道小月怕麻绳的事，但他知道你是最了解小月的人，你越是要藏的东西，他就会越起疑心。麻绳，麻绳！你杀了我了！可是你杀了我妈妈！可是你杀了我妈妈！那个疯子放开我女儿！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分开！小姐，小姐，云总，大小姐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能解释一下吗？二小姐故意刺激大小姐，你们难道不欢迎她回家吗？够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用这个来刺激他？老爷，乔乔不是故意的。这是你教唆人家，当众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各位，以前的事情是我心头之痛，我也不想再提了。但是我更不愿意因此来刺激我的大女儿。她小时候的罪，这么多年也赎得差不多。我相信她已经悔恨过了。小雪，欢迎回家。小月，你听见他们的呼声了吗？这是属于你的身份和尊严。不过这还不够。爸，现在可以兑现我的请求了吗？怎么，你还想让爸爸下跪？不，我是要让整个云家下跪。小月，这么多人的面，这恐怕不妥吧？怎么，向我的救命恩人下跪有何不妥？梅姨，你是想让整个云家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吗？爸，梅姨，娇娇，你们不会吗？你们不会吗？喂！一靠手，再靠手，三靠手，谢谢。这就是娇娇的家，首富云家。妈，娇娇姐姐她刚死，咱们是来参加葬礼的，您收着点。
以后啊，这儿都是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死个孤女换个千金，真值。你是？你是？你们会遭报应的。你的报应，就是再换一个新的老婆。鬼啊！妈，妈！什么？你说孟红是你的前夫？那二小姐岂不就是他们母女造孽，害了你和小月2个人啊！林小姐，再待在云家，你的身份恐怕瞒不住了，你还是走吧。不，我走了，小月就白死了，我的冤屈也会被永远埋在荒郊野岭。可你终究不是。大小姐，老爷有请。大小姐，老爷有请。爸爸，这个没事吧？你明知道他害他妈事儿，你还要当着自己的，你还让你男朋友的老妈跑过来打诉我。老爷，小姐她不是故意的。你胆敢惯着他？你知道外面疯传什么吗？说袁家内斗欺负大小姐，这些舆论满天飞。完了，集团的股价现在跌得不能再跌了。老爷，大小姐来了。小月啊，来了。小月，今天让你委屈了。在葬礼上乱喊的人是你妹妹男朋友的妈妈，我已经派人问过了，她真的不知道你还活着，所以受了惊吓，才成那个样子。那一晚情况那样惨烈，他确实会以为我死了。谢谢爸爸关心。好，折腾了一天了，我也累了，但是要记住，股东大会马上就要召开，不要节外生枝，不能给我惹是生非。丈夫，怎么，爸前脚刚走，妹妹就忘记他给的教训了？你少得意，孟阿姨人老实，不敢说实话，但孟红可都告诉我。孟红是谁？你的男朋友吗？少岔开话题。孟红说了，孟阿姨看到的不是鬼，而是一个认识的人。那你是不是那个人呢？喂，娇娇。孟红，你到那个人的家里了吗？家里没人吧？我敲了门，门开了。他一直在家，大小姐不知道。孟红，你耍我呢？林夕，那个人究竟是不是你？看来我得好好会会这个云大小姐了。幸好我和梁妈把车祸司机的尸体换了进去。妹妹，我看你这个男朋友不靠谱的很啊。孟红他是一心向我，你就是嫉妒。
是吗？可我怎么感觉他对我的兴趣要比你大得多呢？你会认回来，犹豫着点。老爷和夫人出去了，二小姐还没起床，孟先生稍等。不急，让娇娇多睡会儿。孟先生在找谁？哦，刚刚没有听你提起你们家大小姐，她也不在吗？你找她干什么？上次我妈那个事儿，多少有点失礼，我呀想找机会当面跟她道歉。大小姐在花园喝茶，我带你去吧。不用，一会儿娇娇找不到你，该生气了。我知道哪儿，你去忙。好。林夕，是谁？瞎子。是谁？再不说我喊人了。对不起啊，大小姐，我刚刚认错人了，我是娇娇的未婚夫。原来是准妹夫，我刚回云城不久，听过你的名字。初次见面，你好，孟先生。孟先生，你手心怎么这么多汗啊？你很紧张吗？大小姐说笑了，我是觉得大小姐长得特别像我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她的事说来就话长了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，我好好跟你聊聊。你可是我妹妹的男朋友，我们应该保持距离才对。我这位朋友，大小姐兴许也认识呢，还请大小姐赏个脸。孟恒，既然你非得找死，就如你所愿。这果然就是。对，我就是那个对你心水白埋的老婆，我来找你索命了，我来找你索命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这个铁铲刚刚倒在我身上了，我把它收起来，来半打便利。是吗？我还以为你要杀了我呢。杀了你？为什么？你认识我吗？还是你做了亏心事，害怕被人寻仇啊？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林夕？我刚回港城，还没有什么朋友。是吗？那大小姐跟她长得实在是太像了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她不是盲人。真的是盲人。孟先生，
你的话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那就轮到你个禽兽！你是我妹妹的男朋友，竟然敢对我动手动脚！我哪有？还不承认？像你这种自私、虚伪、无耻的渣男，就该去死！逼我动手！在你动手之前，还是想想先怎么喊人。用3分了。真是疯了！你以为自导自演这么一出戏，就能毁了？怎么自导自演毁人名声这种事，孟先生还有经验吗？大小姐20秒。大小姐也不用威胁我，你是疯子，疯子的话没人信的。信不信，可由不得你说了算。10秒。林总和夫人都不在，下人也被我支走了，这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我当家手哪去很远？时间到。老婆，娇娇，你别误会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吴越都跟我说了，你从一进门开始就在找他，之后还故意把侯爷支走，你想干什么？可是你姐姐又刚回云家，我出于礼貌也得当面问候一下吧。宁可信个女佣也不信我吧？问候？什么问候要去那么偏僻的地方？什么问候要摆那样的姿势？我就觉得他像谁啊？上次已经耍过我一次，这次又想再耍我一次吗？不是。好啊，那你说，他像谁啊？前女友还是别的女人？你说呀！孟先生说不出口，妹妹，不如问问我。你又想说什么？你的男朋友说我长得比你好看，像他。老婆，你给我给我滚！给我滚！娇娇，孟先生，孟先生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疯子说的话也没有人信，你说了可不行。孟先生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云家，我可是云家大小姐，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是人。正好，我也没想饶了你，我的前夫。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娇娇，娇娇，你听我解释。娇娇，你长得像我前妻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娇娇，我应该早点向你坦白的。我离过婚，我前妻到处偷人，我一次次的忍让，没想到她竟然还要杀了我。我被她折磨的崩溃了，我再也不想染上任何人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怕你嫌弃我，所以对你隐瞒了这段过去。那你知道吗？当我发现你姐姐跟我前妻长得很像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保护你，我怕她伤害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可我还是失败，不仅没有保护好你，反而欺骗了你，让你对我失望了。是我配不上你。我们分手吧。真的？我说要跟你分手了吗？那原谅你。娇娇，如果他是假的，他就一定能看。让你当众拆穿他的可中。
娇娇，你临时把我们大家召集过来坐下，你要干什么？爸爸，上次麻绳测试让他蒙混过了关，这一次我一定可以揭穿他。老爷，娇娇这一次一定有十足的把握，就试试吧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林小姐。谁要是敢走，谁就是去通风报信的。大小姐，我扶您过去吧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突然有点口渴，你帮我倒杯水吧。好，稍等。大小姐，请坐吧。你看我这又是拿书又是端水的，找不准椅子的方向，要不你扶我坐下吧。在我眼皮子底下，还能耍什么花招？你是故意的，你果然能看见。娇娇，你也在这儿啊？别装了，你就是看见这上面有钉子，才不敢坐下去的。老爷，小月她天生眼盲，不可能复明。如果她能看见，肯定不是小月。我知道了。梅姨和爸也在。钉子，看来这局观众挺多的呀。你个冒牌货，别岔开话题。你们演技太拙劣，还敢说我是冒牌货？我天生眼盲，所以痴呆广告异常敏感，稍微有一点不同我就能察觉。刚刚开口说话的明明是女佣，摸的手却很是细腻，绝对不是干活的时候。而且肚子的幅度也不同。我以前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光泽踩着碎玻璃，眼睛被滴过蜡，多么恶毒的招式我都见了。你们这些拙劣的伎俩，还想骗过我？你撒够了，娇娇，太过分了！你是不是觉得你姐姐遭受的罪过还不够多吗？云家的声誉都被你毁了，你长点记性！如果你姐姐今天真的受了伤，参加不了股东大会，外面的人怎么揣测？又要大做文章了。你这个月的一些秀，股东大会召开之前，去云家办过，再犯绝不饶恕。小月啊，娇娇她不懂事儿，你别怪她。明天就是股东大会呢，你好好休息。谢谢梅姨。妈，你怎么也不信我呢？妈怎么会不信你？这个是他的头发，拿去给小梦，让他跟你爸的 DNA 匹配一下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个冒牌！明天股东大会，咱走着瞧。来坐。我宣布，云氏集团的资产重组，老云总的股份
由长女云中月继承。我反对，无凭无据，我们凭什么相信她就是大小姐？梅夫人 ，DNA 素检结果出来了，她是假的。再做一次最全面的检测，明天把检测报告送到股东大会现场。我就说孟红不会骗我爸。妈，我们明天就去撕破他的伪装。不，前2次我们已经吃亏了，再贸然送检测报告，反而会惹怒你爸。那怎么办？向股东施压呀，逼你爸自己松口。刘总，我已经确认了，那个云中月他就是个冒牌货。明天的股东大会就拜托你了。刘总，我的身份可是我爸爸亲自认可的。刘总是要挑战云总的权威吗？云总日理万机，难免会有疏忽的时候。若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的身份，怎能服众？众所周知，大小姐的车祸有多严重，那车都烧毁了，她出现在葬礼，连头发丝儿都没烧到。我看啊，她就是冒牌货。云总让一个冒牌货来当大股东，我撤歌！好了，来人，把云夫人的保险箱拿过来。小月啊，这是你妈妈的遗物，她把许多珍贵的东西都放在里面，密码是和你一起设的。这个，你看我都不知道。这个保险箱我见过，云夫人以前当副总裁的时候，这个保险箱就放在她的办公室里。云夫人去世之后，这个保险箱就没人打开过，原来是刘贵自己亲生女儿的。看来只要能打开这个保险箱，她就一定是大小姐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可千万别让爸爸失望啊！赶紧打开这个保险箱，证明你的身份。为了证明我的身份，逼着我爸把妈妈的遗物都搬出来，你们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别耽误时间了，不然大家会觉得你心虚的。做局的人都不心虚，我虚什么？林夫人，详细的检测结果已经得到了，马上送走。好，赶紧开箱吧，冒牌货！磨磨蹭蹭，心里肯定有鬼。小月，开箱吧，也好服众。小月，要完成我们的复仇，我就必须成为你。来吧。一会儿打开保险箱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看来密码不是云夫人的生日，果然是假的，还不赶紧滚！原来你不是小月啊！哎呀，我们都被他给骗了！来人，赶紧把这个冒牌货拖出去！急什么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眼睛看不见，不小心输错也是难免的。就这样判断我一定是假的，不觉得某些人太心急了吗？都别吵了，这个保险箱一共有3次输入密码，如果3次全错，里边的东西将全部自动销毁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来说数字，我帮你输。密码难道是小月的生日？040709。冒牌货，这次可是爸爸帮你输的，你没话说吗？不是还有最后一次吗？我说了，3次如果全错的话，里边的东西会自动销毁。如果你不是小月，我劝你现在承认，
要是害得我王妻的遗物损坏，我轻饶不了你。不是还有一次吗？爸，你就这么不想我回来吗？既然各位都觉得我在儿戏，那这最后一次，我们不如赌把大的。一个一无所有的冒牌货，拿什么跟我们赌？拿我的命！既然各位都这么笃定我是假的，那我就以命做赌，请各位入局。要破这死局，就要用非常手段。这最后一次，密码要是错了，要杀要剐随你们。小丫头玩这么大，待会儿把自己玩死事小，毁了夫人的遗物，怎么收场？我比任何人都更在意我妈妈的遗物，我都不慌，您慌什么？大言不惭，你要找死，我也不拦着你，赌就赌。我加入云氏几10年，放你个小丫头不成？我加入，我也加入，我加入，我也加入。好了好了，现在赌局已成，那赌注是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所有质疑我的人，你们的股份全都归我。什么？凭什么我们的股份要交给你？就凭你们作为云氏股东，随意质疑云氏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，怎么不敢啦？冒牌货，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打算盘的人是你们才对吧？真是个疯子，不过你注定会输。反正我已经有你的把柄了，为了维护我姐姐的身份，我跟你赌到底。好，我也愿意拿出手里所有的股份，赌你是个冒牌货。小骗子，我怕你不成？赌，我也赌。很好，那就请各位在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上签个字吧。梅姨，你跟我一样没有股份，也拿命来赌。今天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没有怀疑你啊。是吗？今天这个局你没有参与吗？反正你也打不开密码箱，根本轮不到我出手收拾你。我比谁都希望你就是小月，可是，老爷，事关姐姐的遗物，还是不要让她继续胡闹了。小月啊，梅姨一向得体，你不用怀疑她。如果她真犯了禁忌，那不用你说，我自然会处罚她。好，那就请您记住您说的话。别无凭无据泼脏水，赶紧开箱吧！你还有最后一次蒙的机会。赌局已定，我已经错过了2次，这一次绝对不能再错了。我不能败在这里，不能让前面所做的一切都功亏一篑。如果你在天有灵，请告诉我云中月应该知道的那个答案。原来密码是你第一次叫妈妈的日子，还好杨梅告诉过你。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前2次都错了，偏偏这次说对了，你一定是蒙的。蒙？6位数的密码要蒙对，有100万种可能。我区3次就蒙对了，你信吗？爸信吗？各位股东信吗？你们够了，一个一个煽风点火，诱导我怀疑自己的亲生女儿，有没有把我云国东放在眼里啊？爸，息怒，他们马上就会付出代价了。各位，兑现你们的承诺吧。我说他是假的吗？现在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小姐，我们的股份因为你没到，你休想跟我们撇清关系。还我股份，还我股份！对，
还我股份，还我股份，还我股份啊！云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能怪娇娇，是我告诉大家他是假的，因为我找人检测了他的 DNA。诸位，我拿他和云总的 DNA 进行了对比，我手里的这份报告就是答案。你竟敢背着我干这么一种事情！老爷，我知道您的忌讳，但是我也是为了小月的身份和云家的声誉才出此下策呀。等我揭穿了他，您想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小梦，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也参与了？这件事关乎云氏的声誉和未来，没夫人委托给我，必然义不容辞。冒牌货，你可别忘了之前的赌注，我已经等不及想看你怎么死的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没长眼啊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可以拿回自己的股份了？各位股东，你们都给我看清楚，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云家大小姐，我的女儿云中月。什么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错。刚才你们不是还说 DNA 鉴定报告是最可信的证据吗？怎么现在又想否认了？从现在开始，我看谁敢质疑她的身份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刚才对手，放过我吧。大小姐，是我眼瞎，不应该质疑你的身份，我该死了。我也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求求你不要收走我的股份。从你们质疑云氏继承人身份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想到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。像你们这种人，就不配留在云氏，给我滚！滚！爸，你不会真的让我把股份都转给他吧？你还有脸跟我谈条件？你几次三番的针对你姐姐，陷害她，诬陷她，我们云家怎么出了你个上良心的东西啊？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他自己的股份之外，他没有任何资格继承云家。滚！滚！梅姨，该轮到你了。梅姨，该轮到你了。老爷，都是我的错。小月小时候虽然犯了错，但是老爷都已经原谅她了，我却还是对她起疑心，还纵容娇娇胡闹。我对不起两个女儿，对不起老爷，我不配当妈。起来吧，我也知道啊，你因为太在意云氏了，关心则乱。老爷愿意宽恕，可我的良心过不去。我愧对小月，我也愧对老爷。您就好好弥补他吧。我带着娇娇回娘家去住了。我说了，关心则乱。小月，你梅姨今天是做错了，但是她人不坏，你说呢？办绿茶博同情，三言两语就逼得我不得不原谅你。梅芳，你还真是梅姨，可你打个赌开个玩笑，别当真啊！留下来吧，我可舍不得你走。樱桃小姐讲两句吧，樱桃小姐讲两句吧。梅医院怎么回事？昨天检测 DNA 不匹配，今天又匹配了，会有偏差，以今天的全面检测结果为准。原来她真的是云大小姐，云家的继承人。你不会是变心了吧？娇娇，那个女人抢走了我的一切，
你要是敢变心，我就杀了你。怎么会呢？那，你帮我杀了他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你配合我，杀了他。一会儿，他在停车场里等司机的时候，小张，外面记者太多了，我从地下停车场走，你把车开过来。你把他对面的那个监控器毁了。没有监控就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不对，你刚刚躲了，你眼睛能看见，你能看见，你能看见。冒牌货，你的命可真大呀！不过你已经报了。住手！云娇，干什么呢？爸爸，你来的正好。爸爸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根本没瞎，这能看见。敢冒充人家亲戚，死定了！你，爸爸，你干什么？你姐姐她复明了。你说什么？多亏了这场车祸撞到我的头，我的眼睛终于能看见。骗子！你本来就可以看见。医生一定不会让你这一切。医生，别急。医院的检查报告都出了。如果你姐姐当初她没有瞎的话，车来的时候她怎么可能不躲呢？妹妹，你当时就在停车场是吧？妹妹，你当时就在停车场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在停车场？可惜了，还会以为有个目击证人。我记得我当时明明就在路边，按理来说不会有车往这个位置开，可我清晰的听到车子就是冲着我的方向来的。爸，妹妹，你们说是不是真的有人来杀我？小雨，你不用担心，爸爸现在已经派人在调查你的监控，我相信不久会出结果，别担心啊。对呀，监控都被孟红毁了，他要敢说是我，他自己装瞎的事也露馅。我看呢，一定是你自己瞎跑才会被撞。妹妹，你这着急下定论的毛病该改改了，不然打脸的时候会很痛。云总，视频监控查到，孟红，他是为了确保我没事，才主动去查的。快打开看看。居然是你！被车撞的姐姐，你怎么回事呀？你一无是处的狗皮膏药，正愁怎么甩掉你。既然你自己要作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没功夫了，让你把监控给毁了！你背叛我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我要杀了你们！来人，小姐，把这个疯子给我送到精神病院去！我等下。孽女，真是个孽女！小莫，真没想到你平时那么懂娇娇，关键的时候没有去包庇她。
做事难得呀。事关云氏生育，儿女私情和是非道德，我分得清。好，之前二小姐一直怀疑你，我一直心中有愧，借此机会向你道歉。我明白的，不怪孟先生。小月，你现在眼睛已经好了，真的是因祸得福呀！一定要好好的养伤。最近咱们云氏有重大的项目，希望你能赶上，到时候多熟悉熟悉公司的业务。孟先生，我刚刚情不自禁的牵了你的手，你不会介意？大小姐，什么意思？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帮云娇害我？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像你前妻？啊，那都是误会。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我都要谢谢你。梁妈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自从我妈妈去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对你轻易的做过什么。所以，即便你把我当做你前妻的替身，我也不介意。原来大小姐是这种意思。万红承蒙大小姐相爱，一件好事。他为了小伤小姐，小伤好了，他立刻落井下石，撇清关系的攀附你，这是衣冠禽兽。我真想给他喝一瓶农药。何必为了个畜生犯罪？对于畜生来说，谁给他吃肉，谁就是他主人。谁要是抢他的肉，即便是他亲妈，他也不放。哎呀，云娇她怎么这个时候垮台了呢？我那些牌友呀，都以为你找了个有钱的媳妇，都不相信，都催着要瞧瞧。妈，这个牛皮已经吹出去了，这要是被他们知道你那个有钱媳妇没了，你要我这个老脸往哪搁呀？你听妈说话没有啊？妈，您放心吧，云二小姐没了，还有大小姐。那个像林夕的，林夕死了，现在摆在荒郊野岭，她就是云中月，是舍得送我女儿给大小姐。哇，儿子，这个表多少钱呢？也就300啊，300万！云娇出手都没这么大方。如果他是林夕，肯定会报复我们，怎么可能还送这么贵的东西？这媳妇妈满意，值得我去病房慰问慰问。听红子说呀，大小姐在养伤，我给你炖了一点汤，好好补补。妈，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汤，你尝尝。没看到我在敷面膜吗？等等，放下凉的快，你端着等。妈，这汤挺烫的。能有多烫啊？烫死你了！再去端过来。这碗汤，我是时候还给你，我的好婆婆。孟阿姨，我自己盛。碗你帮我端着，可得端稳。行。大小姐，够了够了，这汤烫了，再盛了就端不住了。这碗汤能有多烫？哎呀！孟阿姨，你这把碗摔了，我还怎么喝汤啊？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让我喝？你不是诚心来看病的。大小姐，你可不能这么冤枉人啊！我跟你说了，汤盛了端不了，你非得要盛。这么说，你是在骂我？你妈，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儿子，我好心好意炖了汤来看大小姐，结果她不领情，还烫伤我手，还打我，你可能听话做主呀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？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凭什么？孟红，从你一进门，我可没说一句话，倒是你只听了你妈的一面之词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认定是我的错，你冤枉本小姐，本小姐打你有问题吗？你没问题，是我先考虑的。大小姐，刚刚跟我妈发生了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我才刚说中意你，你妈就急着来给我下马威了。我没有。大小姐，我妈她是个粗人，
就算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，还请体谅一下，他也是好心。这么说你还是不相信？我堂堂云家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冤枉你妈？倒是你妈跑来欺负我，我没让人把她抓起来，就已经够仁慈了。孟红，你不会是个妈宝男吧？云师最近呢，有个很重要的商务合作，我爸很重视，项目负责人的位置迟迟没有定下来。只要你妈给我下跪道歉，这个位置就是你的了。儿子，我真的没有。大小姐怎么可能冤枉你？跪！儿子，跪！那丫头敢让我跟她下跪，红子，你这没良心的，你都不向着你妈，向着你我就什么都没了。我们还没有确认关系，你就上赶着去送汤，说不定人家就是看穿你这些小心思才不高兴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孟少爷，我们大小姐让我来带个话，她今天的脾气有点大，还请夫人见谅。这个100万的包是她的一点心意。哎呦，我们怎么会生大小姐的气呢？哦，这几天呢，我正好想请牌友吃个饭，你问问你们大小姐能不能够来。啊，好的。喂，大小姐。不要多心气了，等我搞定了再说。看看这是什么？花这么多钱慰问未来婆婆，儿子啊，你已经拿下了。大小姐答应了，还说明天的饭局她来安排。你看，妈说什么来着？行了，辛苦你带话了，回去吧。是。孟红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，明天见哦。我很期待。期待吧，因为这将是你人生中最后一个惊喜。大小姐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？上次说的商业合作，这个就是合作方。全球排名前10的长恒投资。萧家。萧家的大少爷回国在即，而他回国吃的第一顿饭，就是由你负责。我就负责一顿饭啊。这顿饭吃高兴了，之后的项目，你就是负责人。资料上怎么没有照片啊？萧少爷长什么样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萧家就他一个独苗，所以对他的个人信息保护得很好。那我怎么认出他？少爷，您这次突然回国是因为什么啊？灵犀死了，就是那个让你暗恋了8年的学姐。当初她嫁人，你伤心出国；现在她去世，你何必又为难呢？她刚去世，她的老公就已经成为云家的准女婿了。所以，您跟云家合作是为了……没错，我就是看看她和云家之间有什么猫腻。站好！叫人！祝龙少爷回国！祝龙少爷回国！石助理，少爷呢？少爷说他受不了老爷每次都弄这么多，所以先走了。我们开车跟上。小月，我打听过了，萧家的出行排场很大，即使我不认识萧少爷的长相，也肯定不会认错的。一会儿贵宾就到了，赶紧准备。是。快！孟红，你果然上当了。
哎，小月啊，我马上就到了。我准儿媳妇说了，云锦饭店 VIP 包房，今天我们花多少钱都行，她买单。走。今天这饭店排场大的，另有其人。孟红，给小婶准备的红酒忘拿了，你回酒庄取一趟吧。可是小冉马上就到了。我不是还在这儿吗？我会做好贤内助的，你就放心吧。这像皇宫一样。哎，大姐，这吃一顿饭得花不少钱吧？哎呦，他是差钱的人吗？他儿子可是云氏高管，还被云大小姐看上了。哎呦，往后富贵破天啊！嗨，破天的富贵，受着也累。我这个准媳妇呀，哎呦，热情的都招架不住。前脚呀花几百万买包送给我，后脚呀又张罗着吃饭。这地方要不是他定好，我还不想来呢。哎呦，大姐，你这福气，我是真羡慕啊！你眼瞎了，撞着我了。阿姨，我离你还很远呢。你还不承认？我们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，你就是故意冲我们来的。冲我们？我图什么呀？偷钱呗！你这个小黄毛，一天到晚欺这个破锅子人不务正业，就是看这个包贵，你想抢劫吧你？我刚刚车骑得很快，如果吓到各位叔叔阿姨的话，我道歉。哎，你什么态度你？你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做豪门太太、豪门婆婆了，别跟你小混混自己。各位贵宾，大驾光临，真是令云锦蓬荜生辉啊！这是我们的 VIP 包间，一切已经给各位安排妥当，菜很快就上来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天哪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从不对外开放的包间？这也太豪华了吧！那还有座山，还有亭子哎！哇，嗨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？哎呦，随便坐，站着多累啊！走，哎呀，走。你这臭小子怎么跟进来了？这是我的包间啊。你的包间？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港城上流人士才有资格来的饭店。这个包厢只对云氏顾客开放。上流？你们？你个抢劫的小黄毛，你看不起谁啊你？你小子！我敬你们是长辈，不跟你们计较。这个包厢我也可以让给你们，但你们别再为老不尊，触碰我的底线。出什么事了？大堂经理是吧？孟红在哪儿？你谁呀？竟敢直呼孟经理的大名！不就是个小混混，心术不正，看见大姐有钱，就故意尾随我们混进来。对，他还打人！什么不知死活的玩意儿！胆敢冒犯云家的贵客，赶紧跪下给他们道歉！哼，云家贵客，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哼，还装上了！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在座的各位，他们可是云氏集团精心设宴款待的贵客，只需要一句话，你就给我滚出港城！让你下跪，就是给你指条活路。我劝你别不知好歹。那我也给你指条活路，打电话问问这云家，今天这宴席是给谁设的？领班，孟经理回来了。小子，我现在这就去迎云氏的高府，李父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，给我看着到，别让他跑了。小子，听到了吧？云氏孟经理可是我们这位大姐的儿子，你这样欺负我们，欺负他妈，孟经理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刚让你跪你不跪，一会儿我儿子进来，那你可就给我磕头了。好，我等的就是他。怎么回事？有个小混混冲撞了贵宾，你们云锦饭店怎么办事的？
我们开始还以为他是哪个叔叔阿姨的孩子，谁知道叔叔阿姨？对啊，云氏请来的那位贵宾，珠光宝气的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妈，妈，儿子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不是云中月那个丫头张罗呀！妈呀，本来没打算来，这帮牌友非得要来。原来今天的贵宾就是孟经理的妈，孟经理还是云氏未来的女婿，不识抬举的玩意儿！你看清楚了吧？这可是云氏未来的亲家，你死掉！儿子，那个小混混抢劫还尾随，刚刚还打了你杨叔，你可不能轻饶他。大姐，你放心，红子这么孝顺，肯定不会让您白受气的。就是啊，红子，你现在是云氏集团大红人，连云大小姐都赶上道歉，收拾个小楼了，哎，应该不在话下了。那是自负。小叶怎么会把我妈请到这儿？不管了，我必须在萧少爷赶到之前结束这场闹剧。我是云氏集团的项目经理孟红，也是云大小姐最重要的。现在下跪，给我妈和其他长辈磕头道歉。你就是孟红，知道我还不否认。儿子，少爷，你们到了。进来，把垃圾清出去。你个杂碎，敢打我，你等着死！就凭你，你得罪的可是云家的亲家。来人，把这个狂妄的东西给我拖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云大小姐，林夕，她居然还活着，还成了云中月人。看您这排场，一定就是萧少爷吧？这有不三不四的人混进来，害得木木没接到您，实在抱歉。小月亲自迎他进来，红子还这么捧着，一定是个大人物。这位少爷，都是他闯进包间，一直闹事，才耽误了红子的时间。对啊，污糟糟脏了您的眼，我这就把他处理了。孟经理，打算如何处理？让他给我们所有人下跪，并且承认自己是垃圾。都听到了吧？按孟经理说的做。你们放手！放手！你们瞎了吗？我儿子是云家的准女婿，你们为了他主子，你们要收拾人在这里！放肆！你们胡乱攀附云家，还敢对云家的贵客不敬，都给我睁大眼睛看好了！这位是萧少爷的助理石安，真正的萧少爷在这儿。啊！小月，你这不能怪我呀，我们是认错人了。萧少爷他也没有说清楚，对不对？萧少爷，我是小月的未来婆婆，哎，咱们呢误会一场。我都不认识你，做我的婆婆，你也配？他说不认识你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对呀，大姐，你不是说他上赶着要做你儿媳妇，怎么不认你啊？小月，你怎么不认我？你订了这包厢约我来，你还买了这么贵的包送给我，你还给我母子送了那么贵的手表，你不是喜欢我们红子吗？你是想给我做儿媳妇，对不对？你笑什么？笑你不知死活，敢抹黑云家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的包是假的，这个品牌根本没有这一款。他这块表倒是全球限量10块。不过，现在都在我们少爷衣帽间里放着呢。你说这些假货是云大小姐送给你的，那你这是在抹黑她，抹黑云家。可是明明就是……还敢狡辩！港城首富云家的女儿，怎么可能送你给你假货？我看分明的也就是买了假货，充面子。你还到处吹牛，说云家千金倒贴，
哎呦，大姐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啊？那这个包间怎么解释？这包间只对袁家开放，是他定了给我的，要不然我怎么进得来？我还想问呢，今天这儿可是我专门为萧少爷订的包间，怎么就成了你妈妈耀武扬威的资本了？孟经理，大小姐，我没有带人进来，是他把人带进来的。我冤枉，是他，他说云家的贵客喜欢排场大，我才按照他的要求来迎宾的呀。可你拜高踩低是真，得罪了云氏最大的贵客是真。从今天开始，港城没有你的一席之地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大小姐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云家大小姐，萧少爷，都是他蒙骗我们，我们绝对没有不尊敬你们的意思。对，我们都是小老百姓啊，就不让各位大人物啊办大事啊。咱们不许你们赶，我们自己走，自己走。你们，孟红，轮到你了。让你不要借着我名义四处吹嘘，还敢编排大小姐，对萧少爷不敬。儿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闭嘴！今天起，我们断绝母子关系。儿子，好一招杀人诛心，令谢，难道这就是你成为云中月的目的吗？不孝子，你这个不孝子！这就是你一手养大的好儿子，为了自己的荣华，可以谋害妻子，也可以抛弃亲妈。你孟红得罪了萧少爷，不仅丢了工作，妈也被气死了。你们的仇怨也算了了大半。孟红暂时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了。不，孟红现在一无所有，反而会无所顾忌。她会去找那个同样恨我入骨的人。妈，你一定要救我出去啊！好，我快想办法，我想办法啊！梅夫人，你们来干什么？你还要刺激我女儿？我来想跟梅夫人联手，扳倒云中月。是你负了我女儿，见她倒了，就马上傍上云中月。现在跑来跟我说联手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就凭他让我失去了亲妈和工作，你让你女儿失去了前途和自由，论恨他，我们是一样的。就算你觉得我是父亲，还又怎么样？跟我联手，才是你扳倒他的最佳选择。你最恨的人和岳小姐最恨的人就又联手了，你可怎么办？我正好一锅端了他们，而且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还有你啊，娘妈。我就是个佣人，要是你身边能有个得力的帮手就好了。少爷，这是你让我查的云家大小姐的详细资料。你说的没错，她果然是假的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，他是想自己复仇。那天她一出现，你的表情和态度就变了。少爷，你也没见过这个云家大小姐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假的？因为他就是那个人。她没死。对，云中月就是李邪。少爷，
那你现在后悔吗？什么？哎，后悔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太怂，连话都没有跟他讲过，眼睁睁的看着她嫁给别人。你再多嘴一句啊，小心年终奖扣光！愣着干啥？开门啊！好好好。好久不见啊，萧少爷，我们前天才第一次见吧？这次可别再怂了，相认，快相认啊！我开个玩笑，少出来。萧少爷肯不计前嫌，大驾光临是云氏的荣幸。我爸爸已经在客厅恭候多时了，请。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怎么又怂，又放弃了？为了复仇，他不惜冒险成为云中月，他心里的恨和决心，我能懂。他现在需要的并不是爱情，而是一把能帮他复仇的剑。所以，少爷你想干嘛？我想成为那把剑，去派人盯紧云家，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是。哎呀，萧少爷，之前接待你云氏出了那么大的纰漏，你不计前嫌，还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云某人何德何能啊？云总，你有个好女儿。多亏了我们家小叶。哦，对了，萧少爷，咱们合作的事情可否移步书房详谈？请。这个萧少爷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？北方回来了，他怎么把红叶也带回来了？他是云家的贴身女佣啊！家里这么多佣人，他不用，非要把在医院照顾他女儿唯一的佣人带回来。梁妈，你之前说红叶是什么时候进的家门？15年前小叶出事的时候，潍坊就把他要过去了。15年前，或许这个红叶跟小叶妈妈的死有关联。小叶啊，我们云家能和萧少爷合作，你是头功一件。告诉爸爸需要什么，我送给你。爸，我什么都不缺。硬要说的话，就是梁妈年纪大了，照顾我难免有些吃力。爸要是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再安排一个人帮帮她？还是我们家小叶善良啊。好啊，现在就挑，喜欢哪个我马上配给你。熟知小姐的礼仪和打扮，家里最合适的好像就只有红叶了。她之前伺候过小姐，要不就她吧。小贱蹄子，抢了我女儿的一切，现在连她的下人你都要抢。红叶的确合适，那就要看你梅姨舍不舍得了。你自己找死，要把我的人安插在你身边，我哪有拒绝得到？这有点舍不得。不过既然是小月喜欢，要去用就是。好，最近我们家好事连连，和萧家现在算合作成功了。我准备办个酒会，邀请港城的商业大佬来见证我们两家的合作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就要交给你，好好操办。老爷放心，我可是云家的女主人啊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我一定办的让全港城的人都难忘。大小姐，今天酒会您想盘什么发誓？红叶，我听家里的老佣人说，你原本是我爸从孤儿院带回来给我作伴的，那是哪年？你多大？15年前，我那个时候7岁。大小姐，您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来了没多久，我妈妈就死了，我也被送走了。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其他小孩需要作伴，我爸也没有理由再留你在身边，可你却偏偏留了下来。
还留在了梅芳身边。兴许是老爷喜欢小孩子。他连亲生女儿都可以送走，会喜欢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？大小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当年那件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录视频的。视频？你们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。那就好。你要是敢背叛我，可杀了你。把这包药下在他的酒杯里，别乱了我的计划。红叶，你手里握着梅芳谋害我妈妈的证据，但那时候你孤苦无依，没有退路，才会被他控制了这么多年。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我就是你的退路。该站在哪边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。这位是朝华集团的陈女士。陈女士，你好，听说你老公在海外做的生意不错，以后我们经常合作呀。谢谢。要不你跟陈女士喝一杯呢？来，陈女士。接下来就靠你了。放心吧，就在我身边，没有蓝天杯。你做到！结束了。哦，没想到你的手段还是这么卑鄙下作，我一定会报。逃不掉的是你。你要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带着夫人一起来，没有你啊，陈放的怎么了？哎，对不起啊，说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小姐喝多来了兴致，喊了好多男人去开房，拦都拦不住。什么？就是这儿。奶奶，你怎么睡着了？夫人，怎么是你？想跑？你要干什么？给我上！你别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别慌，是我的人。谢谢你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，我现在还要紧上忙，晚一点再找你讲理了。我知道你要紧是什么。这萧少爷似乎很会洞察人心，你派人监视我，我没有。你是想搞垮云家，还是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？夫人，怎么是你？时间到了，以后再告诉你。这不是梅夫人和孟红吗？跟自己女儿的男朋友搞在一起。老公和女儿的绿帽子，让他一趟水给扣上了。就是，云柔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啊！是孟红叫我们过来的，说伺候好夫人，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没错，夫人让我们轮流伺候，孟红都跟他好几轮了，我们还没轮上。给我住口！不相关的人士，给我出去！
你们给我记住，不要在外面乱说一个字，你们就该死吧！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乱说。爸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叶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捆起来！说，你们两个是从什么时候搞在一起的？老爷，我跟小凤是清白的，是于中月，他涉嫌害我们。对，云总，是大小姐一直暗中勾引我。孟红，咱们都已经被捉奸在床了，老老实实求饶呗。你还敢攀咬大小姐？你找死，我可不奉陪。云总跟大小姐没关系，孟红跟夫人玩好几次啊，圈里都知道。不，云总，他们是一伙的，就是他们跟大小姐开房。云大小姐一直在我的房间里，要给你看证据吗？云总，酒会之后，大小姐一直在我房间里谈项目，他们帮你把云氏合同都签了。今日有萧少爷作证，我相信小月一定是清白的。今后谁再敢诋毁我女儿，我保证她活得逃不出这个房间。云总的家事我不感兴趣，但这是和云氏的首次合作。这个小插曲，相信云总处理完之后，会给外面的媒体记者交代的。萧少爷，你先走了。文峰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老爷，我的酒杯里真的被人下了药啊！是谁？是谁？该站在哪边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。这个是糖粉，如果梅芳要下药害我，你就把这个放进我的酒杯里。那你自己做决定。我被你控制了15年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竟敢背叛我！我一定要除掉你！是你，红叶，我的酒杯只有你碰过，是你给我下的药。红叶伺候你和二小姐这么多年，忠心耿耿，你竟然怀疑是她陷害的你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想当夫人，我换了药，不让老爷过来捉奸。哎，这个心思如此歹毒！老爷，他毁了我不要紧，可千万别让他毁了整个云家呀！老爷，你一定要杀了他！你胡说！药是你给我的，让我陷害大小姐，谁知道你自己怎么给吃了？老爷，我要是想陷害夫人，根本用不着下药。红叶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把我当牛做马使唤了15年，出了事就拿我顶罪，我早就不想再被你控制了。老爷，15年前是梅芳亲手谋害了大夫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栽赃给了大小姐。我有视频为证。那天，大夫人的手机落在了卧室，喊我去拿。我贪玩，不小心点开了视频录制，正好拍到了梅芳对大夫人下楼梯的那一幕。我害怕极了，连忙躲了起来，忘了关视频，又拍到了她栽赃大小姐的事。后来，我不小心发出了声音，被梅芳发现。我为了保密，我发誓一辈子伺候她，绝无二心。结果就被她控制了整整15年。梅芳，当初犯下的罪，竟然让2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帮你顶罪，10些年来受尽折磨，你真该死！老夫，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谋害了我的发妻，害了我的孩子。小雪那时候才8岁，8岁那个孩子，你怎么忍心把他带到他妈妈的死亡现场？
你这么任性，让他背负一个弑母的罪行，这么多年，你真是毒妇！是爸爸不好，是爸爸眼盲心瞎，听取了这个女人的谗言，冤枉了你这么多年。一个人在国外吃苦受罪，爸爸一次都没有去看望你。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真的对不起你啊！小野，这次还给你个公道。开门，让记者们进来。诸位，我云国栋再次要澄清一件事情：15年前，我冤枉了我的女儿，让她那么小，却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在冷冰冰的那个医院里遭受非人的折磨。这个杀我放弃的凶手，可笑的，却在我云家做了15年的女主人。我该死！来人，来给我拉出去！诸位，我云国栋将用我的残生来补偿我对我女儿的亏欠。小月，多谢姐姐替我这个人着想。他们现在的下场，就是我想要的。现在可以放心去见我妈。姐姐，让你一直替我活着，辛苦你了。快去解决父亲拥有自己崭新的人生。小月，小月已经安息了，接下来就轮到我自己。林总，您对小月的亏欠，我无法替她收下。诸位，今天在这里，我也要当众澄清一件事情：我不是云中月，我根本不是云中月，真正的云中月已经死了，死在那场由梅芳设计的车祸里。那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顶替云中月？我就是这个人死去的妻子云溪。不是的，别听他胡说。当大小姐可以享尽荣华富贵，当林希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伪装成小月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荣华富贵，而是为了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向你讨我一个公道。3年前，我放弃大好前途嫁给孟红，掏心掏肺的对他好。他说他的钱要给我买大别墅，我就不要婚房，不要婚戒，花光我父母的遗产买了个小公寓当做婚房。他说他想把他妈妈接来城里享福，我就让他妈妈住进了我的房子。我起早贪黑的照顾你们为死。孟红，你知道这3年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你说你会让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，你说你一定会出人头地。我是那么的相信你，直到你为了云娇，为了你的荣华富贵，亲手铲起土，把我活埋。
好在老天有眼，让我逃了出来，恰巧遇到了遭遇车祸的小月。我和小月的悲剧都是由云家而起，他让我以他的名义活下来，就是为了有今天。我云家祖上无德，我被小三害死了我最爱的妻子，而我的二女儿也做了小三害死了别人的妻子，造孽，造孽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李希，你现在看真相又怎么样？把我送进监狱又得到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凯宇，萧少爷，我不是云中月，也和云家没有关系，你没有必要维护我的。我维护的从来不是云中月，更不是云家。萧少爷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能再说清楚一些吗？我在大学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，可直到她结婚了，我都没有机会跟她表白。再后来，我得到她去世的消息，那天我整个世界都塌了。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调查她的死因，谁知道她竟然以云中月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。现在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维护你了吗？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小月。不管你变成谁，我依然都能认出你。不，他是我的，你不能带他走。李希，我会对你好的。李希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。你的话就留给警察说吧。一切就这么结束了。孟红和梅芳入狱，云氏集团里属于小月的股份也被捐给了慈善集团，用于援助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。而我，也终于把云中月的身份还给了他，可以真真正正用林夕的名字重活一次。林学姐，正式的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萧恒，已经暗恋你很久了，做我女朋友吧。 아침에도 잠든 순간까지 너 하나만 그리게 사랑은 이 말이지만 I love you forever